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科技 Land 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会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用 Codex 经验总结，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我是真正用在工作当中的。目前呢是有一款游戏的项目，我这边主要负责，我是属于艺人团队啊。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属于一种低成本在运行啊，我是非常拿手这一类的项目的。因为刚好可以把 AI 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化。有些小伙伴可能都在某一个职位上只会接触到自身的这个业务，但是我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研发这边的全站，包括我们数据分析、市场调研，还有策划，还有程序相关，这些我都能掌握，以及包括项目管理、版本规划这些内容都会在我一个人这边去做。所以我会把我们项目当中所有的目录统一放到 SVN。 当然现在 SVN 可能属于一个偏旧的一个工作环境，你也可以放在什么飞书啊，放在一些比较现代化的目录当中。那我是为什么有 SVN 呢？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游戏都是比较老的游戏、旧的游戏，所以 SVN 还是比较适合的。包括我们之前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多人在维护的，所以他们的一些更新记录、一些历史记录，我们都会拿来让 AI 作为分析、作为参考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期就主要来讲一个规划层面上的东西。不是说你必须是我这一类的你才能用上 AI 才能这么去使用，而是我这段时间总结出来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点，就是 Codex 它自己不会有自我沉淀、自我工作流的一种情况。像我们用的那个 Hamis， 它有部分功能是这样的，但是也不那么完全贴合业务。那我想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思路？我会在全局层面上让 Codex 设计一套自我抽象成工作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。我比方说我要更新一个内容，做一套新的任务，怎么去配表，怎么去配置，完全可以让 AI 自己走一遍以后，它就自己会去沉淀任务，自己会去抽象以后我类似的这种任务，我就可以用更快的路径去实现，而不用再去推理，再去判断我要到哪个目录，再到哪个地方。那有可能我这一次跑过了，以后都不用再跑了。它叫一个可复用的、提高重复工作效率的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可能沉淀成 skill 技能，也有可能沉淀成一个说明文档，这个由 AI 来自己决定。自我沉淀系统的目录架构也让 AI 自己去设计，自己去实现，就需要支持项目目录内。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游戏的项目抽象成一个目录，有这么多的目录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的飞牛的，以及我正式服的目录，还有我官网的目录，所有的事情跟官网有关的我都会放在这里去做提问。我的新的导航站的一个目录，足球大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目录，你创建新目录，你就直接点这块创建一个现有的目录，你在你的目录里头最好创建一个文件夹，这样的方便我后期去管理。这个目录结构为单位，让它去做沉淀，让它去做绘画之间的互通。你没发现我们这边有很多绘画吗？那如果每一次你找相同的绘画或者是近似的绘画会比较麻烦，还不如开一个新绘画，之前的事情也都没问题，上下文之间是互通的。那所以我这边就会传达，在指定的项目目录里头多绘画协同共享使用，类似的这种话术给到 Codex， 它就会帮你建立一套完备的我在工作当中它已经就帮我建立了，甚至说我可能未来把这一个做成一个 skill， 大家只要装这个 skill 了，那它都会自我进化，要比它原生的 Codex 那可能要好用很多了。因为你真正在工作当中提炼很多通用的技法，你像我现在能做市场调研，能做数据分析。我数据分析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可以走线上的数据库，我可以拉到线上的一些情况，
当然我们这个项目会比较小，所以线上的环境不会那么复杂。很多大项目你可能权限，包括你自己当前的这个岗位拿到这么多钱，权限也是有问题的。那我在我目前的一个状态，可以打通全链路让 Codex 来处理的，包括我们前期的数据分析，有哪些玩家活跃，有哪些玩家都在做什么，这些通过数据都能反查出来。未来的版本更新计划都是可以通过有数据支撑来去设计。因为这个项目我刚接触，所以也不太清楚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功能，所以我就全靠 Codex 来帮我去做。比方说我想知道它强化里面还会有什么周边功能，那我可能问 Codex， 这些功能我不太理解的，我直接把截图直接丢到 Codex 这块，它这边就会去先查你的界面上的文字，它通过文字反查对应的功能以及代码，我源代码也能拿到。你会发现你对整个项目的掌控感是非常全面的，以及未来你要如何去规划，你甚至都可以跟 AI 一起聊。有些时候我说我想上一套新的装备，但是 AI 可能查完数据以后说，目前玩家可能还在爬升阶段啊，你这个装备投放的可能会太早，导致玩家的追求点又会分散等等，这方面的客观陈述都会给我在决策当中提供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今天就这么干巴讲到这里啊，如果大家觉得听起来不那么过瘾，我会整理成博客，通过文字图文的形式来再去了解，好吧？再用这个 Claude Opus 4.6 是怎么接进来的？像我们上一期跟大家分享的那样，你可以接第三方的，我的GPT 可能用完了，我的额度可能不多，那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用的 Codex++。当然 Codex++ 对官方的适配可能还有一些问题，因为我现在是账号和 API 混用。怎么实现账号和 API 混用的？是在这个地方，这边有一个供应商，我们这块有一个混用，这块我给大家把配置看一下。你这个地方要填官方登录，不要填纯 API。官方登录就捎带着把你的官方的登录的那个给到你。这有一点什么好处？你的插件什么的都可以用官方的，只不过你的 API 调用你第三方的，这样的去组合搭配。我这边用我自己的一个中转站，所以我就有 Opus 4.6， 这个是反向代理出来的。当然现在 4.8 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条件。日常工作当中，我个人还是觉得 GPT 5.5 会更加好用，因为 Codex 原生支持。好了，那我们真的要结束了，拜拜。